开头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在为现在而活，还是在为将来而活呢？几年前呢，曾经有一份调查，发现中韩两国的平均周工时异常的高。在分析原因时，就提出了一条，说东亚儒家文化之下成长的个体更愿意为了将来而放弃现在。这个问题本身也不是什么冷门的话题了，很多人都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但是700年前的日本人们是如何厌倦了生活的挣扎，想要躺平活在当下，可能这是你第一次听吧。吉田兼好的《土壤草》就是当时这个问题的集大成之作，这本书也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一，位列日本3大水笔。日本历史上的众多名人都自称从《土壤草》中学到了如何在艰难的世道中坚持自我和轻松自如的生活下去的心态。吉田兼好呢，是一位活跃于1300年左右的随笔作家。以前日本写随笔就有一点像现在的博客主。吉田兼好本人虽然很出名，但是他的随笔在当时的人气并不怎么样，大概就是人设过硬的底边网红这种概念。读《土壤草》时，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过着悠闲隐居生活的人所写的作品，但是其实他所处的时代却是一个动荡不安、随时可能丧命的时代。那几十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日本的中式大革命时期，兼好本身确实是出生于神道教名门，家庭显赫，10几岁时就把他送去做官了。19岁时，兼好已经成为了后2条天皇的秘书。几年之后，天皇去世，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工作是真的好烦，或许应该归隐了。于是他在30岁左右的时候辞官，然后归隐出家远遁，一气呵成。出家之后的吉田兼好遍访各地，与地方名士交往。到了40岁时，他以博学之名声动日本，当时的文化人们将他归入了和歌4天王之列。他在游历的过程中，与当时生活艰难毫无希望的各地各种行业的日本人都多有交流。因为当时是镰仓末期，灾难频发，饥荒不断。2次蒙古入侵日本之后，日本国内充斥着权贵之间的争斗，整个社会充满了动荡与绝望。下层则是瘟疫蔓延，自然灾害频发，许多人陷入了饥饿与贫困。由于社会动荡，无论是幕府家臣还是平民，普遍都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许多人抱着眼前的生活随他去吧的心态，各种叛乱也是好像随随便便的就发生了，后来又好像随随便便的就结束了。整个日本都在失去了生活动力和目标的氛围中，这也是佛教思想在日本再次爆发的时期，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佛教的精神安慰。社会弥漫着一种由佛教思想而来的无常观，即世间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接近50岁时，兼好法师开始过清闲的生活，这时他开始将脑中浮现的散文片段记录下来。他的随笔灵感来自街头巷尾不断的争斗，来自体制内外的武士们打家劫舍，来自河边路旁遍布的弃尸，来自瘟疫与灾害和无尽的混乱。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不安与苦难的时代，土壤草也借用了无常观的主题。这是事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事乱，则智者亦不能独治。所谓的无常观呢，就是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任何事物都会改变，无论人们如何的努力，都不能让事情维持稳定。听起来有点悲观，但也不尽然。土壤草中的名句就有这样一段：我们不能只在满月的时候欣赏月亮的美丽，被乌云遮蔽的月亮，雨中隐约不可见的月光，都是让人向往的。即使我们闭门不出，也会感受到春天逝去的无奈，但即使眼里不再看见春天，只是去想象春天的样子，也能敲动心扉。如果因为花朵凋谢就武断地认为它失去了观赏价值的话，说明你还不会欣赏美。总之，兼好法师认为无常并不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相反，正因为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世界才更加的触动人心。物质也好，精神也好，人生中美好的时刻不会永远的维持，但也正因为有变化，正因为一切皆无常，这一切才如此的珍贵和令人感动。土壤草中还解释了人际关系的极意。兼好法师认为，无论是家庭、朋友还是恋人，为了维持一种愉悦、不伤害彼此、尊重对方的良好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保持一种不近不远的适度距离。他写道，即便是无话不谈的好友，某个时间可能会突然显得拘谨而与平时不同。遇到这种情况时，有些人也许会觉得我们的关系何必如此见外，但这其实反而显得这个朋友诚恳且善良，对我而言会重新感到心动。另一方面，保持一定距离的人之间突然敞开的心扉，也会让人感到无比的高兴。我感觉这个说法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突然邀请我参加他的生日聚会，我可能会想，应该精心准备一瓶30年的精酿威士忌。而近来经常见面几乎无话不说的朋友的生日，我可能就更随便的准备一瓶稍微贵一点的清酒而已了。但是仔细想想，如果我反过来做，对2份关系来说都是既可能是疏远的信号，也可能是进一步的契机，所以又何必执着于习惯呢？因此兼好法师建议，要保持关系的新鲜感，可以尝试用不同以往的方式与对方相处，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对对方的关怀。那么为什么兼好法师又如此强调保持距离感呢？这也体现了无常观的哲学。兼好法师写道，就像风还未停息，花朵却已经凋零一样，人心是非常容易变的。
无论是夫妻、朋友还是恋人，再亲密的关系也是短暂的，总有一天，这些曾经深厚的情感都会逐渐淡去，而这种从自己的世界中渐渐远去的状态，比生离死别更加让人感到悲伤听起来像是一种避免擅自期待、擅自破防的保护机制。当然，无常观讲的不是信任丢失，而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的。希望人们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也不要忘记体贴对方的心。如果希望与重要的人维持更长久、更亲密的关系，不妨试着维持距离感子曰：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辩辟，有善柔，有辩佞，损矣，对吧？在无常观之下，坚豪法师是这么看待现在和将来的。哪怕是打算今天就做的事情，都有可能因为突发情况而无法完成，更何况1年之后的事情呢？未来的计划又怎么可能完全按照设想进行？未来是靠不住的，这个世界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就是不确定。总之，坚豪法师提醒我们，与其执着于未来的规划，不如专注于此刻，接受变化与不确定性，并且以此为基础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人生。吉田坚豪认为，许多人在预测未来的前提之下决定当下的行动，结果做到的规划却没有达到预测的未来。比如小明为了未来拼命学习，认为考上了东京大学就能过上轻松的生活，他不断的努力学习，甚至留级了1年才考上，结果就成为了学校里那块看板名言的反例有些人的人生从东大开始，有些人的人生到东大结束。即使他进入了东大之后，普普通通的继续进步，也会发现周围的同学都是和他一样的学霸。即使继续努力进入了一家好公司，也会再次发现身边都是精英。总之，只要有一次试图轻松的过日子，就会导致从现在的圈子中迅速落伍，然后在辛苦努力的状态下过完一生。我想这不会是大家内心真正想要的人生吧。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去考虑未来，就像登山的人是为了体验山顶的成就而攀登的吗？可能有，但是不完全。真正享受登山的人，并非是为了山顶，而是享受攀登的过程。在登上的过程中，就要去享受，去得到山中的美景，因为你无法保证山顶的景色一定如你所想。所谓活在当下，就是这样的生活态度。我们对未来的期待通常只是脑中的想象，比如为了梦想之家而拼命努力，但是入住几个月之后，可能就会觉得我竟然为了这种东西奋斗了这么久啊！但是回过头来，已经背上了30年的房贷，每个月还贷占了收入的一半过了2年房价还跌了，那不得气死！再比如，为了退休后的自由生活而存了很多钱，却发现等到退休时，身体已经无法享受这些财富了。去非洲拍动物，去南太平洋潜水，去中东跳滑翔伞，去南美爬山，去欧洲滑雪，这些体验终究都是要考虑年龄的，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登山者如果只是为了山顶的风景，那么攀登的过程必然辛苦，而登顶之后可能会发现现实的山顶让人失望。类似的，认为婚姻会带来幸福生活的人，结婚之后多半会苦于想象中的差距。想用钱来解决所有烦恼的人，往往成为富翁，解决了烦恼之后，反而也会一直维持拼命赚钱的生活习惯。因此过于追求未来，只会让过程变得痛苦，而结果也可能令人失望。正如坚豪法师说道，未来是由每一个瞬间的积累而成的。如果你此刻认真的堆砌每一块石头，未来自然会显现。如果你忽略了当下，那么这一瞬间的人生已经终结了。日本的各种仙人都喜欢说，我只是全心的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结果不知不觉就成了专业人士可能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吧。当然，这样的道理可能过于理想化了，但是不妨问问自己，你的生活是否实现了当初的目标？或许你会发现，真正的幸福并非来自未来的规划，而是活在当下，珍惜此刻。投资有一个很浅显的原则，如果你的认知和投资都是正确的，那么你现在的生活应该比过去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活状态本质上没有任何提升，那么你应该反思一下过去的选择是不是有问题了。大多数人可能都习惯于为了未来而牺牲当下的生活，然而如果永远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那么不停地为未来而操心又有什么意义呢？坚豪法师的观点并非是要否定设定目标，而是要提醒我们，目标是一个指引方向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牺牲当下的理由。最后我们来谈谈如何培养享受人生的心态。坚豪法师的生活哲学核心是体验突然的境界，突然草这个书名就已经很明确了。所谓突然，就是无聊或者是无所事事的状态所以我说这本书就类似于底边网红的博客集嘛。他曾说，对于那些认为无所事事的时间是痛苦的人，我实在是难以理解。如果你选择与人交往，烦恼会随之而来，
有时为了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我们还要伪装自己，有时可能会引发争执，虽然也有可能分享喜悦。人类的情感总是不稳定的，总是被各种外界因素所左右，与其这样，倒不如一个人独处，不受任何干扰。监好法师并不是在极端的否定人际关系，而是在提醒我们珍视独处的时光。在现代社会，即使我们身处家中时，也很容易通过社交媒体与外界保持联系，这种时刻不断的信息流可能让我们没有机会让心灵平静下来，甚至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强大的压力。因此偶尔放下执念，远离竞争，也许会发现对自己来说真正的快乐所在，否则辛苦半生，不过些许虚名，岂不难受？苏子云：当此去，人生敌事往来如梭，待闲看秋风落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厌我，莫剪柔柯。待传语江南父老，时雨赛鱼蓑。都看到这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